宇宙所謂有限年齡咧，其實只係在於今日推返去到某一個好細嘅範圍，就係量子物理未適用嘅時間啫嚇。再之前咧，其實就係量子物理再加廣義相對論。佢有可能係一個非常穩定嘅狀態，或者佢一個好長嘅時間，幾百億年，或者甚至係無限長嘅時間都唔定嘅。咁就可以解決咗一啲所謂我哋就話宇宙其實可能係永恆嘅，只不過即係喺最早期嘅時候咧，佢好長時間。咁不過咧就唔知點解佢開始膨脹之後咧，嚟到今日咧就經歷咗137年左右啫嚇。咁所以咧成個理論而家暫時咧就塞咗喺最早期嗰段好短嘅時間，或者有冇一個好短嘅時間，我哋都唔知。未來呢個係未來，係操控 AI 定 AI 操控你嘅未來？你準備好面對呢個前所未有嘅新世界未？學識可以係你開啟知識大門、思考同探索未來世界嘅橋樑。匯聚各個領域嘅專家，一齊穿越未來科技嘅迷霧，細味歷史嘅智慧，遊走哲學、文學同藝術嘅世界，一個屬於香港人嘅知識平台。Hello， 大家好，翻嚟未來學。上一次咧，我就邀請咗文豪嚟咧，同大家傾關於宇宙上面嘅一個微調嘅現象啦，同埋背後嘅一啲嘅可能性啦。咁啊，今集咧，我哋嘗試咧再去追問咧，就係究竟其實即係成件事，宇宙係咪真係有一刻忽然間就有個大爆炸出現嘅咧？即係點解會有件咁嘅事出現咗？其實個經過係點？可唔可以先略略講講啊？嗱，就先講一講嗰個問題，就係話即係科學家上個世紀啦嚇，咁就開始去研究我哋嘅宇宙啦嚇。咁自從廣義相對論嘅出現之後咧，就讓我哋去研究呢個宇宙咧，即係成為一個可能性嚇。因為以前嚟講咧，我哋都唔係好知點樣研究宇宙嘅。咁咧喺19世紀啊或之前嘅時間咧，好多哲學家認為咧，研究宇宙咧，就只可以用一啲形而上嘅方法嘅啫，即係用一啲哲學嘅方法。科學家咧就冇得搞嘅，因為咧我哋根本冇一套好嘅工具去嘗試去了解呢個宇宙啊。咁直至到廣義相對論嘅出現咧，咁呢一個係可以描述宇宙嗰個演化，或者甚至啦嚇，以前會覺得可以描述呢個宇宙係點樣嚟啊，或者將來係點啊等等嚇，一個好有效嘅一個工具啦嚇。咁所以咧，即係令到即係科學家咧可以透過即係一啲科學嘅方法咧，嘗試去了解呢個宇宙啦嚇。咁喺上世紀嘅時間咧，其實喺好多觀察啦，好多嘅即係數據上面咧，都話緊俾我哋聽咧，即係其實宇宙咧係一個即係膨脹緊嘅過程啦嚇。咁呢個膨脹嘅過程就令到我哋知道嚇，即係大概嚟講，宇宙係一個膨脹緊啦。咁亦都有個有限嘅時間啦嚇。咁大概喺137至到138億年之前咧，咁宇宙咧有一個好細嘅空間就膨脹到我哋今日嘅範圍。咁呢個就係我哋而家即係科學界我哋有嘅一個共識啦嚇。你就已經提到又話137至到138億年前啦。其實成件事係點解你會可以推論到呢一個數值出嚟嘅咧？即係係唔係就係一個好均衡地去膨脹嘅一個過程嚟嘅？即係過去呢138億年。嗱，其實宇宙嘅膨脹咧個故事本身就都好有趣嘅嚇。咁其實喺早期嘅時候咧，即係上世紀普遍嘅科學家或者哲學家咧，都相信宇宙咧係一個穩恆不變嘅一個宇宙嚟嘅。所以穩恆不變即係話咧，你見到譬如你望上個天，你見到宇宙啲星咁，你見到嗰啲樣，你尋日又係見到咁，聽日又係見到咁，下年又係見到咁，即係其實好令你有個直覺會覺得宇宙其實都冇乜變化嘅嚇。啲星星可能會有啲死亡啊，會出現啊，咁呢啲我哋科學家都知。但係大體上嚟講，成個宇宙即係佢係一個冇開始冇終結嘅一個咁嘅過程啊嚇，即係我哋以前係相信咁樣。咁因為如果你唔相信咁嘅話咧，你就要諗，咦會唔會有開端啊？即係個宇宙會唔會有一個開始嘅一刻啊，或者會有終結嘅一刻啊？咁即係我哋唔識點樣去講呢個問題㗎嘛，以前。咁所以咧，好多哲學家同埋科學家都會覺得宇宙不變永恆係一個最簡單嘅一個模型去描述呢個宇宙。包括愛因斯坦佢都相信宇宙係一個穩恆不變嘅。就算咧佢創立咗廣義相對論，
佢從廣義相對論嘅一個解裏面咧，其實佢見得到咧，宇宙其實係唔應該穩定不變嘅。佢一係就會膨脹，一係就收縮，其實係好難會出現到一個所謂穩定不變嘅狀態。不過咧，愛因斯坦佢覺得啊，即係佢直覺都話俾佢聽咧，應該宇宙係穩定不變嘅。因為如果唔係，我哋就要諗下佢有冇開始啊，有冇終結啊呢個問題。咁所以佢都採納咗一個穩定不變嘅概念。咁直至到咧上世紀20年代嘅時候咧，有一個科學家叫哈勃啦。咁啊，而家哈勃太空望遠鏡都係因為佢而命名啦。咁咧，哈勃就好叻咧去觀察嗰啲星系啊，即係好遠嘅星系啊嚇。咁咧，佢就見到咧，幾乎咧所有嘅星系咧都有一個紅移嘅現象。嗱，所謂紅移嘅現象就係話咧，嗰啲光咧，譬如我哋可以睇到啲氫原子放出嚟嘅光。咁有個特定嘅波長或者特定嘅頻率啦嚇，咁但係咧，我哋見到嗰啲星系放出嚟嗰啲氫原子嘅波長咧，佢係向紅色嗰邊咧，即係移向紅色嗰邊啊。咁我哋話呢個叫紅移現象。紅移現象咧，其實係一個多普勒效應啊，光嘅嚇，就係講緊嗰啲嘅星系咧，其實遠離緊我哋，即係話離開緊我哋。任何一啲嘅物體佢發緊光，佢離開緊我哋咧，都會出現呢個紅移現象。如果係向我哋走緊過嚟咧，就係一個南移嘅現象啊！嗱，咁根據哈勃佢睇到嘅數據咧，幾乎所有嘅星系都出現呢個紅移現象。咁愛因斯坦後來知道呢一個咁樣嘅觀察嘅結果咧，佢就清楚知道咧，其實個宇宙喺度膨脹緊。因為咧，當宇宙膨脹嘅過程咧，嗰啲星系就喺度遠離緊我哋嚇。全部星系都遠離我哋，當然有一小部分我哋附近嗰啲，因為啲星系統合咧，佢會有一小部分咧會向緊我哋走啦嚇。咁但係絕大部分咧，幾乎所有嘅星系咧都遠離緊我哋離開。咁越遠嘅離開得越快，近嘅都係離開緊我哋，不過個速度咧就相對嚟講慢啲嚇。咁呢個正好其實就係反映緊呢個宇宙係一個膨脹嘅一個過程嚇。咁所以愛因斯坦後來咧都承認佢嘅錯誤啦嚇。咁啊，當初為咗要保持一個宇宙穩定不變咧，佢自己加入咗一個宇宙常數啦嚇。咁啊，喺我哋之前談及一啲暗能量嘅時候咧，我哋都有提及過一個宇宙常數嚇。咁呢個宇宙常數咧喺當其時嚟講咧係愛因斯坦刻意加上去，為咗要令到宇宙咧穩定不變嘅。咁但係後來佢知道宇宙係喺度膨脹緊啦，咁所以咧佢後來亦都將呢個宇宙常數掹走咗啦嚇。咁當然我哋而家知道宇宙常數又翻嚟啦，因為有其他嘅原因嚇。咁但係咧，整體個歷史上面個發展咧，就係宇宙咧嘅膨脹咧，就大概喺上世紀2幾3幾年嘅時候咧，就開始有一個好重要嘅討論，就係話宇宙喺度膨脹緊。嗱，不過雖然話雖如此，好似呢個係一個好強嘅現象，即係好強嘅證據啦嚇。但係咧，並不是所有科學家咧都接受呢一個宇宙膨脹嘅結論嘅。咁個原因都係嗰句啦，因為始終有好多科學家、哲學家，佢會覺得宇宙穩定不變係一個比較簡單嘅一個假設啦嚇，或者一個模型啦，係因為我唔需要考慮佢嘅開始或者佢嘅終結。咁所以咧，有一啲嘅科學家咧都嘗試去提出一啲可能性，譬如宇宙不斷有一啲新嘅物質生成咧，令到你睇到啲星系離開緊我哋，但係其實咧個宇宙冇膨脹嘅啊。咁啊喺一個穩定不變嘅宇宙底下，見到紅移現象啊。咁啊有啲科學家嘗試提出一啲古靈精怪嘅模型咧，去解釋呢啲紅移現象，但係又唔需要有宇宙膨脹啊。咁係實際上係真係有呢個大概喺20-30年代上世紀去到60年代嘅時間咧，的確有一堆嘅討論咧係放咗喺呢一個咁樣嘅環節嘅，直至到上世紀60年代咧。科學家好偶然地發現咧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咁呢個係一個偶然嚟嘅，原本唔係諗住度呢啲嘢嘅，諗住度下其他嘢，度一啲微波嚇咁啊，但係咧整極咧都收到一啲noise 啦，我哋叫做一啲雜音啦、噪音啦嚇。其實呢啲噪音就係來自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就係宇宙喺早期嘅時候好熱，咁一路膨脹嘅過程一路凍啦嚇，嗰啲嘅光嚇。咁凍到今日咧，就係一個微波嘅形式去存在嚇。咁啊，我哋而家用好多嘅方法啦嚇，用一啲望遠鏡啊等等咧，接收微波嘅望遠鏡咧係可以度到呢啲宇宙微波背景輻射。
如果你係上一代嘅人咧即係我呢啲啦即係你睇電視以前咧，你要教台咧會有啲雪花嘅，而家就冇噶啦其實嗰啲雪花一小部分咧就係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嘅一啲噪音嚟嘅。咁所以咧，直至到我哋見得到呢啲，或者我哋度得到呢啲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咧，整個宇宙係咪膨脹呢一個嘅即係討論咧，就大致上 settle 啦。絕大部分即係今日嘅科學家咧，都有一個共同嘅即係相信，就係話宇宙係一路膨脹緊。因為你要造成呢啲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咧，真係要膨脹先會係一個好吻合，或者係一個非常之容易嘅解釋去解釋到呢件事。咁當然呢，即係紅移現象加宇宙微波背景輻射係其中兩個重要嘅一個證據啦。咁後來仲有其他新嘅證據加埋埋。咁所以今日咧，我哋科學家都相信咧，即係宇宙喺度膨脹緊。嗱，咁啊，我哋即係明白佢係點解會膨脹緊啊，但係點解係138億年，同埋點解我哋會知道咧？就係佢係一直係膨脹緊嘅咧。即係我諗好多人都會有個猜想就係，你點知啫？你而家望到見到佢膨脹緊啫，會唔會曾經係又縮過，曾經又係再漲快啲？即係嗰個速度點解我哋係比較上係會覺得佢曾經咧係由一個好細嘅一點咁，然後咧就擴大到而家咁樣樣，即係嗰個背後嘅邏輯係點樣樣嘅咧？係咁咧，就頭先都有講過啦。哈勃係其中一個好重要科學家去發現咗啲紅移現象啦。咁我哋發現咧，啲星係越遠嗰啲咧離開我哋越快，近嗰啲咧就離開我哋咧冇咁快。咁咧，所以咧你可以好容易去 formulate 到咧一條我哋叫做哈勃定律。咁咧去嘗試去了解咧嗰個宇宙膨脹速度有幾快。咁當然我哋今日係度到今日嗰個速度啦咁但係咧，我哋可以即係睇下啲早期啲嘅星系各樣嘢咧，其實我哋可以知道咧早期嘅時候個膨脹速度等等。咁所以咧，我哋可以透過今日或者我哋而家度到嘅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啦，我哋可以推翻以前嗰個情況，即係話咧將成個宇宙膨脹嘅歷史咧可以去複製一次，睇下點樣能夠可以得到我哋今日嗰個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嘅數據。所以咧，我哋係透過今日嘅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咧，嘗試去了解咧究竟我哋宇宙有啲乜嘢嘅成分有啲即係嗰啲唔同成分之間嘅比例幾多甚至咧我哋可以了解呢個哈勃定律裏面其中一個叫哈勃常數 Hubble constant。只要我知道呢個 Hubble constant同埋咧即係成個過程嗰個歷史嘅發展咧，透過廣義相對論嘅推敲咧，我哋就可以知道咧宇宙嘅年齡係幾多啦。咁而家我哋基本上係可以準確到咧係即係137點幾億年嘅，即係而家大概137.7至137.8啦億年啦嘅之前咧，就宇宙有一個好細嘅範圍膨脹到今日。咁所以我哋基本上好多謝科學家，佢哋做咗好多量度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嘅一啲望遠鏡呢啲全部要擺上太空嘅，因為咧喺地球喺即係表面度唔到呢啲，即係度好困難，好多 noise。上到太空咧能夠度得好準確。而且咧個準確個微細度咧係可以去到小數後，即係4-5個位嘅咁所以咧個準確度咁大咧，就令到我哋可以得到一個好準確嘅即係宇宙嘅年齡嘅數字咁呢個就係即係我哋天文學上面一個好偉大嘅一個即係過去幾十年裏面好偉大嘅一個發現啦但係可能呢度都要釐清多少少，就係其實所謂嘅大爆炸咧，即係好多人個想像就係話曾經好似有一個好似真係爆炸咗啲嘢飛咗出嚟咁樣。其實可唔可以講清楚啲所謂嘅即係呢個大爆炸實際上係發生咗咩事咧？嗱大爆炸其實呢個字喺中文咧其實唔係譯得咁好啦因為佢基本上係譯自英文嘅 Big Bang 啦咁呢個係即係個大膨脹咁樣嘅一個諗法嚟嘅。咁但係即係 Big Bang 呢個字亦都可以到爆炸之類啦咁所以我哋中文而家都會傾向用宇宙大爆炸呢件事。咁但係佢唔係真係好似我哋平時理解炸藥嗰種爆炸因為嗰種爆炸咧有一少少相似，就係佢係膨脹嘅因為氣體嘅膨脹等等咁但係佢就即係亦都有少少即係熱啦咁其實我哋而家宇宙咧早期就好熱，咁一個膨脹其實係一個空間嘅膨脹即係空間咧突然間有一個好細嘅範圍膨脹到一個好大嘅範圍，而早期咧好熱嘅即係好多嘢咧即係好高溫好多高能量咁但係咧即係一路膨脹嘅過程咧就慢慢 cool down咁就到今日我哋嗰個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嘅溫度咧就大概係即係
絕對溫度2.7個 K 啦嚇，咁啊即係你可以想象就係攝氏負270度咁上下啦嚇。咁所以咧其實係已經去到好低溫㗎啦嚇，即係一個宇宙膨脹咧令到嗰啲光子咧早期剩低嘅其實已經去到好低溫嚇。咁所以大爆炸呢個字咧，其實我諗你只可以諗就係話佢係一個膨脹嘅過程，有一個好細嘅宇宙範圍膨脹到我哋今日。咁而成個膨脹嘅過程咧就唔係完全係平均嘅嚇，有啲時間會係早期嘅時候咧，我哋估計咧可能有一個即係我哋叫 inflation 啦嚇，即係暴漲嘅時間嚇，嗰個空間突然間膨脹得好犀利嚇。雖然我哋唔係好知點解，但係我哋相信有咁嘅過程嚇。咁然之後咧就宇宙就一路膨脹，咁就去到今日我哋咁樣嘅 size 咁啊好大啦嚇！我哋而家嘅宇宙大到係我哋即係睇唔晒嘅，因為我哋睇到嘅範圍只係光速可以即係睇到嘅範圍啦嚇，即係因為光速有限啦嚇，咁所以我哋睇到嘅範圍其實就唔能夠完全係等於整個宇宙嘅即係真實嘅一個範圍啦。嗱，咁呢度就有個好奇怪嘅問題啦，即係如果我哋都睇唔晒成個宇宙有幾大，點解我哋會知道或者我哋會相信就係宇宙曾經係一個好細嘅空間度爆出嚟嘅咧？嗱，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其實就係點解早期好多哲學家、科學家咧都覺得我哋冇辦法去知道宇宙係點嚟啊，或者甚至宇宙嘅演化個原因就係我冇辦法睇得翻以前發生咩事，然之後我哋去即係講到今日個結論啊嘛。因為早期嗰啲科學好多時候就係透過你觀察做實驗你睇到點樣，咁我哋就做一個結論或者做一個理論咁樣。咁但係現代科學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再唔用呢種方法㗎啦。就好似譬如我哋講進化論咁，你唔能夠翻去以前睇下恐龍等等啦。雖然你可以睇到啲化石啦，但係你唔能夠睇到個恐龍點樣演化出嚟等等。我哋都係點樣咧？就係話假設一啲嘢，然之後咧，我哋睇下點樣可以得到我哋今日譬如啲化石嘅一啲結構或者係一啲嘅記錄啊。咁宇宙學都係咁樣。我哋見到今日有宇宙微波會輻射，今日我哋見到有好多唔同嘅數據。我哋一個點樣嘅模型能夠可以符合到我哋今日見到嘅一啲現象咧，咁樣嚇。咁所以咧，科學家咧就即係亦都借助呢個廣義相對論啦嚇。咁我哋基本上而家有一個叫做即係宇宙嘅標準模型嚇。咁就去假設即係早期有一個好細嘅範圍，但係膨脹到今日嚇。咁基本上你都可以想像就係話今日我哋嘅即係宇宙嘅範圍咁大，咁一路佢一路膨脹去到今日咁大啊嘛。咁所以你可以想像。早期啲係細啲，再早期啲係細啲，再早期啲又細啲，去到某一個時間咧，佢係差唔多最細嘅嚇。咁你一路推翻個過程，你嘅時候知道其實原來咧137.7或者137.8億年前咧，宇宙係一個好細嘅範圍去膨脹到今日。咁物理學上邊我哋可以去即係嘗試去推敲咧，即係成個過程係點樣透過廣義相對論。咁咧早期嘅時候有3位科學家啦嚇，咁嘅一個叫Born 啦、Gould 啦同埋Vilenkin。咁我哋而家我哋簡稱叫 BGV 啦嚇，3個科學家個頭嗰個英文字啦嚇。咁佢有個定理嘅就係話咧，即係如果要符合我哋今日個情況咧，個宇宙咧，即係佢必定需要有一個有限嘅時間嚇。OK， 佢唔可以係無限嘅嚇，佢有限嘅時間嚇。咁而後來咧，即係霍金啦嚇，另外仲有一個叫做 Roger Penrose 啦嚇，亦都係即係一個諾貝爾物理學獎啦嚇嘅得主啦。咁佢哋就共同咧就做咗一個定理咧，就叫做即係奇點定理啦嚇，就係宇宙奇點定理。佢就根據呢啲咁樣嘅各樣嘅推論啦嚇，如果廣義相對論啱嘅話咧，宇宙嘅早期必定係一個好似奇點咁樣嘅，好似黑洞奇點咁樣嘅。即係一點嚇，咁膨脹到今日咁樣嚇，咁所以咧你可以想像就係所有呢啲咁樣嘅諗法咧，都係基於廣義相對論嘅一個推論嚇。咁呢個就係現代科學一個好偉大嘅，就係我哋可以透過啲理論去推論一啲我哋冇辦法再見到嘅嘢嚇。咁所以咧，即係我哋今日相信宇宙由一個好細嘅範圍，所謂好細即係其實差唔多係一個奇點啦嚇，膨脹到今日基本上都係透過廣義相對論。其實都有好多人相信會唔會宇宙係無限大嘅話，因為我哋頭先都有講過啦，係我哋都知道係觀察唔晒嘅。
咁樣嘅時候咧，即係喺有限嘅時間裏邊咧，就算曾經我哋都知道佢係一路膨脹緊嘅，咁會唔會其實都唔係嚟自一點嘅咧？佢係好可能係，就算係因為佢而家係無限大假設，佢過去一路係咁膨脹都好啦。咁你都係一個即係數學上邊嚟講，我哋都會相信，都仲係一個好似係無限大嘅一個過去嘅喎。咁呢個諗法其實係有冇問題嘅咧？係嘅，如果宇宙係無限大咧，我哋係冇辦法可以得到一個可能有限嘅即係宇宙嘅一個歷史嘅嚇。咁正正因為我哋而家相信就係宇宙係即係有限嘅嚇。咁點解知道有限咧？咁頭先我都講過宇宙微波背輻射啦，我哋知道而家幾多度噶嘛嚇。如果佢係無限大嘅話咧，個溫度唔會咁即係唔會有個有限嘅溫度啦嚇。咁即係所以我哋其實透過呢啲咁樣嘅數據咧，其實我哋係好有信心相信宇宙係有限咁大嘅嚇。咁正正因為有限咁大，所以透過廣義相對論再推咧，我哋就知道宇宙嘅年齡係有限，而且咧係即係佢會係有一個奇點就膨脹到我哋今日嘅一個大小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好多人好快就問啦，奇點我哋都唔知係點樣，因為佢只係得一點係嘛？咁黑洞都有奇點，我哋亦都係唔知佢係乜嘢啊。咁個問題係在於，當你去到一個好細嘅範圍，量子力學係好重要㗎啦嚇。量子力學同廣義相對論咧，我哋今日都唔識點樣將佢溝埋一齊嘅，咁就出現咗好多而家一啲未知啱唔啱嘅嘢，譬如一啲叫量子重力理論啊等等啦嚇。咁就嘗試將量子力學同埋重力，即係廣義相對論等等去結合。咁但係我哋唔知啱唔啱嘅，因為咧暫時我哋冇一個好有效嘅方法，即係去將兩個理論結合。咁即係個原因好 technical 嘅嚇。咁但係總之個大致上嘅情況就係我哋暫時未有一個好有效嘅量子重力理論嚇，或者將量子力學同廣義相對論合埋。所以咧，如果你單純用廣義相對論推到去最初嘅時候咧，其實成個邏輯咧可能唔正確嘅，因為咧當你去到好細嘅時候咧，量子即係物理需要考慮，咁會唔會量子物理再加廣義相對論出嚟嘅，佢唔係一個奇點嚟嘅，或者佢可能係一個即係另一個唔知乜嘢嘅狀態嚇，而佢又可以維持好長時間嘅嚇，咁呢個係有可能嘅。咁所以咧有好多嘅科學家咧會覺得咧，宇宙所謂有限年齡咧，其實只係在於今日推返去到某一個好細嘅範圍，就係量子物理未適用嘅時間啫嚇。咁可能嗰度有1秒或者半秒啦，我唔知啦嚇。但係你呢個所謂嘅1秒半秒再之前咧，其實就係量子物理再加廣義相對論，佢有可能係一個非常穩定嘅狀態，或者佢一個好長嘅時間係幾百億年，或者甚至係無限長嘅時間都唔定嘅。咁就可以解決咗一啲所謂我哋就話宇宙其實可能係永恆嘅，只不過即係喺最早期嘅時候咧，佢好長時間。咁不過咧就唔知點解佢開始膨脹之後咧，嚟到今日咧就經歷咗137年左右啫嚇。咁所以咧成個理論而家暫時咧就塞咗喺最早期嗰段好短嘅時間，或者有冇一個好短嘅時間我哋都唔知啊。咁呢個就即係有好多唔同嘅理論，即係包括霍金佢自己都有自己嘅理論嚇。咁去嘗試去解釋嚇，或者去處理宇宙最早期嘅時間嚇。咁所以成個問題而家變咗會好複雜啦。哇！咁即係話其實137或者138億年呢個時間咧，其實只係按照我哋而家嘅呢一個狀態，嘗試用最簡單嘅廣義相對論去推斷，即係假設物理嘅定律冇變到，咁咧就應該曾經喺138億年之前咧就有一個咁樣嘅大爆炸出現咗啦。但係如果喺一開頭根本上嗰啲物理嘅定律可能係有量子嘅嗰啲定律係個作用關係咧，係會令到成件事唔同晒嘅。其實個宇宙係可以無限咁耐嘅喎，即係你嘅意思係咁？佢有可以咁樣嘅情況，因為暫時冇人知道量子物理再加廣義相對論係點樣嘛，所以個結論係點樣咧？其實都冇人答得到你嘅嚇，即係佢可能都係有限嘅時間嘅啫。咁嗱，譬如霍金我都介紹佢喺1983年度啦嚇，咁佢就同另外一啲即係朋友啦嚇，咁咧就諗咗一個叫做即係無邊界理論啦嚇，咁佢喺佢啲書都有提嘅嚇，咁佢都好中意提佢呢個理論嘅嚇，咁但係物理學界暫時就即係對呢個理論就好多懷疑啦嚇，
亦都唔係話即係好 popular 嘅啫。其實喺物理學界，咁但係喺即係科普界就好熟悉啊，因為佢喺啲書度不斷睇嘅嚇。咁佢嘅理論就係嘗試用佢嘅諗法，就將一啲量子嘅物理同呢啲即係重力去結合啦嚇。唔知啱唔啱嘅嚇。咁但係咧，佢用佢嘅方法嘗試結合咗之後咧，佢就發現咧，早期宇宙咧可能會一個好有趣嘅狀態咧，個時間咧係會用一啲嘅我哋所謂叫做虛數嚇 （imaginary number） 嚇，即係話咧，如果大家讀數學嘅時候咧，喺中學嘅時候可能會見過一啲叫做 I 咁嘅嘢嚇，咁就係負一開方嚇，咁就喺數學上面呢個係一個工具去即係幫我哋手去做一啲計算啊等等啦嚇。咁喺實際上嚟講，我都唔知負一開方係啲乜嘢啦，即係答唔到你嘅嚇。咁但係總之咧，呢個係人類即係構想出嚟嘅一種工具啦嚇。咁霍金咧就發現咧，如果用佢嗰套嘅所謂嘅即係量子物理加重力理論咧，有可能喺早期嘅時候咧，嗰啲嘅宇宙嘅一個狀態咧係出現一個叫做即係虛數時間。咁虛數時間係乜嘢咧？係咪永恆咧？其實都答唔到你，因為虛數時間我都唔知係乜嘢嚟嚇。咁對於佢嚟講咧，佢就覺得解決咗一個時間開始嘅問題，因為只要佢開始嘅時候係一個虛數時間，咁然之後咧，當宇宙膨脹嘅時候咧，就進入一個真實嘅時間，咁就變咗咧，佢就唔需要去處理一啲所謂宇宙開端嘅問題啦，或者咧時間有冇開端呢啲問題咧，咁就唔需要再搞啦。咁佢喺佢啲書裏面咧就好似講緊就係話，好似當你咧不斷向南走，你去到最南嘅位置係咩？就係南極某一點啦嚇。咁你冇得再走噶啦，因為嗰點就係終極嘅南啦嚇。OK，咁佢所謂嗰個即係虛數時間咧，就係如果當你由時間一路向走到最細嘅時候咧，你就會走到去嗰一點虛數時間啦等等嚇。咁所以呢個佢就叫做無邊界理論，即係冇一個邊界嘅，係一個 continuous 嘅一個過程，係一個連續嘅過程嚇。咁所以即係冇人知啱唔啱嚇，咁但係佢係提出咗一個可能性嚇，去嘗試解釋即係宇宙嘅開始或者時間嘅開始等等啦嚇。咁不過就物理學界就暫時嚟講就唔係太受落嘅，咁哲學界亦都唔受落。咁個原因就係頭先我都講啦，虛數時間係一種形而上嘅嘢嚟嘅，即係我哋根本冇經驗，係唔知係乜嘢，有冇咁嘅嘢又唔知啊。究竟呢樣嘢係乜嘢嚟講，我亦都唔知嚇。咁我喺幾年前亦都研究呢一個即係虛數時間嘅問題啦嚇。咁亦都用哲學嘅方法去嘗試去分析咧，即係霍金呢一個理論啦。其實佢都有個問題嘅，因為由虛數去到實數咧，其實當中要經歷一個 transition 嘅嚇，即係佢唔係完全係 continuous 嘅。當然你喺數學上佢可以 continuous，即係連續嘅，但係喺概念上佢唔係 continuous 嘅，因為事實上你真係由虛數去到實數咧，你係經歷咗一個 transition 嘅。咁呢個 transition 你係需要問點解無端端有個 transition 嚇？咁有啲乜嘢嘅原因 drive 呢個 transition？ 有啲乜嘢嘅物理嘅機制等等，令到呢個 transition 發生啊等等嚇，同埋個 transition 係點樣發生嘅咧？點樣由一個虛數時間轉入一個實際嘅時間咧等等嚇？其實呢啲都係需要解釋嘅。即係就唔能夠純粹喺數學上面你見到好似一個 continuous 嘅一個 process 咧，你就去 argue 咧呢一個係一個時間嘅開始等等嚇。咁呢度我嘗試即係大致上勾勒嗰個即係哲學上嘅難題嗰個圖畫嘅啫嚇。哇！虛數嘅時間，我想問清楚啲咧，即係嗱，文豪你有研究呢一個嘅概念啦，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去理解佢咧？即係嗱，當然我都相信你冇可能可以解釋得到話究竟即係實際上身處虛數時間會係咩情況，即係冇人可以答到㗎，我相信。但係起碼會唔會可以講多少少就係按照如果呢個理論係成立嘅話咧，究竟個宇宙應該係點樣嘅咧？即係喺一個虛數時間發生緊嘅狀態係點樣咧？即係。因為呢度涉及一啲時間哲學嘅問題啦，時間哲學係好複雜嘅嘢嚟嘅。咁一般嚟講，我哋有一個叫 A 理論、B 理論啦嚇。咁所謂 A 理論就係話時間咧係一種動態嘅流動嚟嘅，即係話過去發生咗就冇咗啦，跟住到而家發生完又冇咗啦，跟住又到下一刻。咁所以咧動態嘅時間咧，你係會可以講到過去、現在同未來嘅。咁而每一刻咧都係出現、消失、出現、消失、出現、消失咁樣嚇。B 時間理論咧就唔係一種動態嘅時間理論，係一種靜態嘅時間理論，就好似咧所有嘅 event 啫都好似黐咗落埲牆度嚇。咁
你好似隻眼喺度掃過晒呢啲嘅即係 event，咁就好似睇到呢個時間嘅流動，但其實就唔係真係時間流動，而係時間係一個靜態嚟嘅。咁廣義相對或者相對論物理裏面咧，其實係比較支持 B 理論時間嘅，即係時間理論嘅嚇，因為咧我哋有一個所謂叫同時相對性嘅問題咧，喺相對論，即係話我見到一啲事情係同時發生咧，第二個人咧佢可以係唔同意嘅，只要佢個速度好快接近光速嘅話咧，有啲嘢佢見到係同時發生咧，我又會見到唔係同時發生嘅。咁呢個喺相對論我哋知道係啱嘅。咁呢一種要發生嘅話咧，其實就冇所謂過去、現在與未來，因為大家有啲嘢係同時發生嘅，同時間係現在嘅嘢咧，對於某個人嚟講咧，佢就係一個係現在，一個係將來嚇。咁所以就根本就冇一個所謂現在消失，然之後又到將來，又再消失，再到將來嘅將來等等嚇。所以咧，我哋比較傾向相信咧，時間咧係一種靜態嘅理論嚟嘅嚇。如果你話想頭先講翻頭先嘅問題咧，你如果揸住一個動態理論咧，你係真係有啲麻煩嘅，因為咧一路追溯時間向前走，去到最前嘅時候，你可以再問再之前係乜嘢噶嘛？因為如果時間係動態嘅時候咁虛數就搞唔掂嘅，因為根本就唔係一個動態嘅時間嚇，佢都唔知係乜嘢嚇。所以咧，如果你用動態時間理論咧，你一路追溯上前咧，你係需要有個開始嘅嚇。如果佢唔係永恆嘅話嚇。咁即係話有一個時間開始咗，佢冇以前嘅，冇過去嘅，咁然之後有將來，跟住將來又到將來嘅將來等等嘅。但係如果你接受靜態時間理論嘅話咧，你就可能冇呢個問題，因為你不斷追溯嗰個時間，其實佢就唔係真係個動態流動，你只不過追到去到最開始嘅時候，去咗變咗虛數咁樣嚇。咁理論上你係可以咁嘅，但係我個關心點咧就唔係佢個時間嘅流動嘅問題與否。而係事實上嗰個時間或者成個宇宙咧，係由一個狀態進入到另一個狀態。因為宇宙係乜嘢？宇宙就係時間加空間啊嘛。如果你個時間係虛數，咁即係話宇宙喺早期嘅時候咧，佢係屬於一個所謂虛數嘅宇宙，係咪？因為佢嘅時間係虛數啊嘛。咁虛數嘅宇宙同實際嘅宇宙咧，其實係屬於兩種嘅宇宙嚟嘅，喺一個本質上面嚟講，即係我哋哲學講本質噶嘛嚇。咁你點樣由一個本質上唔同嘅宇宙進入去一個新嘅本質嘅宇宙咧？你係需要講點解嘅，你唔可以就咁純粹就話時間唔需要理會嚇，因為即係佢係靜態嘅嚇，咁佢由一個虛數 i 去到0，跟住1、2、3、4、5、6、7冇問題嚇，數學上係冇問題，但係你喺概念上、本質上你要考慮一個宇宙點樣由一個即係形而上嘅宇宙咧，進入一個我哋實際上真係見到或者我哋感受到、經驗到嘅宇宙咧，其實係我覺得唔係咁簡單嘅嚇。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候，我哋去了解宇宙咧，我哋就唔能夠純用科學或者數學嘅方法，我哋必須要都要從哲學嘅角度去諗，究竟呢一種諗法符唔符合我哋對於一啲概念上面嘅理解啊，或者一啲即係本質上面嘅理解等等啦。咁當然啦，我頭先所講嘅唔一定啱嘅，不過只係話即係呢一度係有一啲即係其他嘅考慮，我覺得係需要去再深入啲討論啊。哇！咁呢度其實我哋就已經牽涉到即係對時間嘅嗰個本質上面嘅理解啦。嗱，我哋今集就未必有時間去詳細講解時間哲學啦。但係我想問清楚文豪嘅意思咧，就係咁究竟其實按照你嘅呢一個嘅演繹咧，我哋仲算唔算係有一個嘅開始嘅呢個宇宙？即係一般而言，我哋所理解嘅大爆炸理論咧，係話俾我哋聽就係138億年之前咪就係開始咗咯咁樣樣。哇！我其實係覺得都幾 surprise 喎，即係其實你係話俾我聽唔係㗎，可能可以係冇開始嘅。咁可唔可以即係再詳細講清楚啲？究竟實際上嗰個開始係有冇嘅咧？嗱，就視乎你對於科學嗰個態度係點啦。呢個如果你覺得科學嘅對科學嘅態度就係話我將已知嘅嘢去做推導，咁呢樣嘢咧，你可以話宇宙係有開始嘅，因為我已知係咩？我廣義相對論我知係啱嘅。我哋有大量嘅證據證明佢啱嘅，咁所以你用廣義相對論一路推咧，就好似推到頭先我所講霍金同埋 Roger Penrose 佢哋嗰個即係奇點定理啊，咁宇宙係有開始嘅嚇，甚至係由一個奇點膨脹到今日。咁如果你相信廣義相對論係完全正確嚇，咁咧
係或者咁講，即係淨係用廣義相對論，咁你基本上係得嘅。咁但係如果唔係嘅，你覺得廣義相對論唔係一個 complete 嘅一個 theory 啊，即係佢唔完整嘅。咁我哋都知道唔完整，因為當佢好細嘅範圍底下咧，似乎量子力學需要參與嘅。咁但係問題係我哋冇一個量子力學加廣義相對論有效嘅理論係大家都接受嘅，係冇嘅，暫時嚇。咁變咗呢樣嘢就係個空間，我唔知道究竟當宇宙去到好細嘅範圍嘅時候，究竟嗰度發生緊乜嘢事。咁所以我哋只可以咁講。如果你將已知嘅廣義相對論做一個推論嘅話咧，宇宙係有一個即係有限嘅年齡啦，同埋佢應該會有個開始嘅。咁但係如果你追求一個更完整嘅理論，你覺得有一個更完整嘅理論去處理呢個問題嘅話咧，呢樣嘢你要有一個保留，因為咧我唔知道當個宇宙好細嘅時候佢發生緊乜嘢事，究竟個時間係點樣，佢會唔會好長啊、永恆啊，定係點樣啊？咁所以我哋暫時嚟講，只可以咁講，去到呢一度就視乎你點樣去睇呢個態度。咁所以科學家對呢樣嘢都好大分歧。咁有啲科學家覺得保守啲就唔係我知幾多咪講幾多咯，係咪宇宙係會有一個開始到今日137億年，或者至到138億年。但係亦都有啲科學家覺得我哋肯定唔完整嘅理論。咁所以咧，既然係咁，我哋就唔講太多啦，唔知嚇喺最初嘅時候留白，我哋。等我哋有一個最好嘅理論嘅時候，我哋先講。咁所以變咗就主要係呢兩個嘅觀點啦。哇！咁啊，今集都真係非常之開眼界嚇，即係將呢一個宇宙嘅開端嘅問題咧，帶到我哋去一個新嘅認知啦。嗱，我諗仲有好多問題可以追問阿文豪嘅，不過今集時間有限嘅，或者我哋下一次咧再同大家去追問下文豪咧，就係究竟其實個宇宙係咪真係有嘢去產生佢出嚟嘅咧？係咪有一個所謂嘅創造者嘅咧？嗱，呢一個咧就留翻下一集咧再同大家去傾啦。今集傾到呢度先，拜拜。